兄弟们，这红树林的水坑里面藏着个好大的鳄鱼啊，估计得有个3、50斤。这要搞到了，未来几天都不愁吃喝了。看到没？就在这个水坑里面藏着了。我去找根棍子，先摸它的尾巴。哎，摸到了，再插它的头。搞到了！呀！哇塞！这一抓住它脖子，瞬间就老实了。哇，好大呀！秦哥，哇，这个够大啊！兄弟们，我们上岛之前曾了解过，很多当地人啊是有吃鳄鱼的习惯的，但是呢，鳄鱼在一些地方是受到保护的。大头，还是不要吃了，把它放了去。啊，回去。行了，你小子回家吧。这个岛和我们之前去的鳄鱼岛是一样的啊，红树林里生活着很多鳄鱼。我们冒着危险来到这里面，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美味的食物，就是这种在红树林的泥潭里一挖一个准的贝类啊。红树林生活的物种是相当丰富的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鳄鱼，还有这种生长在泥巴里的贝类。过去的荒岛生存挑战中，我们经常在红树林里挖到它们。自从吃了一次后，便被其味道深深的吸引，所以一早我就和大头在红树林里挖了很多，决定来当做未来2天的食物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把肉和壳全部分离，再用我们带来的调料进行翻炒，就能获得一锅美味的贝肉了。这种贝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可以给我们带来足够的能量。吃了它们，接下来2天，我们就可以把全部心思投入到搭建庇护所的环节中了。太好吃了，兄弟们，特别的鲜甜。秦哥，完全停不下来了。吃完早餐，我和大头便开始了搭建树屋的工作。这次我把主要任务交给了大头去完成，他来负责底座和框架的搭建。毕竟他已经跟随我挑战荒岛很多年了，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，该让他锻炼锻炼。而我则前往了丛林里寻找到了材料，并一点点的运输了回来。通过我俩的完美配合，再加上摄影师的协助，我们仅仅用时2天就把这个树屋的底座还有框架全部搞了出来。目前它已经牢牢的和大树连接到了一起，既能规避潮湿，又能远离地面上的潜在危险。忙活了2天啊，终于把这个框架弄出来了。我们设计的是这里是睡觉的地方，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休息的凉亭，可以在这休息，可以在这吃饭。基本上已经完成一半了啊，后面把房顶铺好，围墙啊再封起来，再制作一个门和窗啊，就大功告成了。走啊，大头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去搞野猪。哎，秦哥，搭建这个树我可出了不少力，你不得出问题而去行动了。上岛之前我就了解过，这边的一些岛上是有野猪的，但我们目前这个岛有没有我还不确定啊，只能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。哇塞，果然有野猪啊！你们看，这个是它的脚印，这里还有啊，它的指甲印啊都清晰可见，所以我断定啊，这里绝对是野猪路过的地方，不止一只啊，是一群。咱们就在这里布置陷阱。我们先在这里戳一个有弹性的木棍，再在上面绑一个绳套。基本原理啊，是和我们以前制作的是一样的啊。下面还需要制作一个触发装置与上面的绳套连接，这样基本就完成了。当野猪路过的时候啊，就会被触发。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到没？非常的紧啊！现在我把陷阱恢复原样，为了增加触发面积啊，还需要放点这种小木片。最后啊，再做点伪装，就彻底完成了。这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说啊，这么一个小木棍能困住野猪吗？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的啊。这个木棍的韧性非常强，它可以起到吸力的作用，而且呢，我们还采用了双重保护，就算它把这个木棍拽断，也无法逃脱。而且啊，为了带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啊，我们这里还放置了一个监控啊。大头，会动了吗？会了，来，分头行动。在岛上获取到大野猪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。虽然我们能经常吃到鲜美的海鲜，但野猪肉的味道实属独特，是我们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不同的位置布置了很多野猪陷阱，相比起过去的诱饵陷阱有所不同。这次我们是专门寻找野猪的脚印，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布置，并没有放诱饵。到了晚上，他们会组队出来找食物，如果踩中，必然会被我们收获。为了带你们更直观的了解，我们布置了多个监控进行实时观察。弄完这些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，天也慢慢变黑了。这时间可过得真快，一晃天就黑了。大头啊，说赶紧给我拿潜水装备。好，兄弟们，我想明后2天啊，全身心的投入到树屋的完善过程中啊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找食物。目前我们的存货只有一些鲜鱼，是根本不够的。如果接下来2天啊出现意外，那我们的食物肯定会面临短缺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多去野前搞点货。来，秦哥给你。你在岸上也别闲着啊，找点事做。行嘞。我这边开始带着鱼枪准备前期夜潜了，而大头则为了解决淡水的问题，上树摘了很多椰子。本来是上树摘椰子的，结果摘了个蜥呀！这家伙在树上睡觉嘞。
这个大概3、4斤左右啊。如果秦哥今天晚上潜水搞不到货，咱就吃它了。走，回家。显然，大头这个想法是多余了。这边的海资源是相当丰富的。今天一下来，我就看到了很多鱼儿躲在礁石洞里睡觉，基本上都在1、2斤左右。现在我已经对这些小鱼完全不感兴趣了，当然一些罕见的品种除外。这些鱼在白天是非常活跃的，到了晚上你会看到它们一动不动，这是因为眼睛较小的鱼儿在晚上视力很差，就算受到惊吓后，也只会到处乱撞。今天刚下来，我就收获了一只大螃蟹，此时的我并没有认清这是什么品种，所以着急忙活的就收了。紧接着，我还看到了正在睡觉的大海龟，这种海龟是比较认家的，明天过来看，它可能还在这附近。今天寻找食物的过程，我的心情波动是比较大的，中途有开心，也有失望，甚至还有惊讶。为了寻找到大一点的渔获，我游到了更深的地方，这里能见度很差，你会听到海底传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，让我的内心产生了那么一丝丝恐惧。很快，恐惧就被我眼前的大货打断了，这是一条非常极品的大石斑。好大的一个灯芯斑啊，大概4、5斤吧。哇塞！紧接着我又发现了第2条。哇塞，又搞定一个大灯芯斑啊！啊，这个有3、4斤了。还有第3条，这种鱼是最极品的海鲜之一，肉质极其鲜美，一下就收获3条，简直让我乐开了花。不过下一秒我就开心不起来了，我插到了一条非常罕见的大货，可由于当时太过于紧张，鱼叉并没有命中头部，所以这条鱼一下就挣脱开了。此时的我非常恼火，但没办法，只要挣脱了，基本上就没戏了。好在下一秒我又发现了一个大货，正当我想插它的时候，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，一条全身蓝色的大鱼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这让我懵了一下，等我反应过来再插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来不及了。就这样，我和2条大货失之交臂。失望了一会儿，我又恢复到了平静，开始了认真插鱼。有得自然也会有失，我们并不能因为眼前的失去而丧失斗志。让我们摆脱一切，尽情的享受刺激又有趣的狩猎时刻吧。就这样，在2个小时的夜潜过程中，我收获了很多鱼货。兄弟们，今天的鱼货品种非常的丰富啊，有各种各样的鱼，其中有6条青衣啊，4条白色，2条黑色，还有2条很大的东星斑啊，这个应该也是。剩下的就不值得一提了吧，有3条小鱼，还有海带子，还有螃蟹。走吧，去处理一下。这下真的是未来几天不用为食物发愁了啊！已经有了10多条鱼货存储了，挺有成就感的。就是潜水呀，再到处理鱼啊，这个过程真的是太累人了。现在12点多了，还没吃上饭，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。今天我们就吃这2条东星斑了，还有一个海带子。那个螃蟹我刚刚仔细看了看，好像是不能吃的，所以我就丢了海里去了。秦哥啊，有了这么多鱼，那溪我就放了，反正那玩意也不好吃。这比啥也不放好吃多了。就是香。丝毫不亚于饭店呀。哎，大头，你怎么不捡点夜宝回来？那样我们就有主食了。对哦，又忘了。明天得多捡点回来，光吃肉也不行。接下来我要好好计划一下这个食物该如何完善啊。我想的是，它一定要有防御效果，还要有防护效果。但在这个岛上寻找材料，估计是个难题啊。秦哥，
那里不是有2个被遗弃的破房子吗？咱收拾住那里多好啊，还费什么劲大叔啊？啥都捡现成的，那这个挑战还有啥意义？要自己动手获得东西才会有成就感。这么一说也有道理。哎，你说咱明天搞这树，那野猪线你会不会传来好消息啊？这可说不准呢，等着看呗。行了，你也快来一起吃吧。